荷兰将援助乌克兰6架 F-16，乌克兰大军在阿夫迪夫卡集结，俄乌战争决战即将打响。美空军横跨大西洋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2月6号，荷兰国防部声称，他们取消了和一家美国公司的交易合同，并将本用于出售的6架 F-16战机援助给了乌克兰。相信大家看完上面这段话，脑袋或许都有一点点懵。荷兰的 F-16那都是找美国买的呀，什么时候轮到他向美国出售战机了？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把时间往前倒一倒。2年前，一家名叫德拉肯国际的美国公司和荷兰国防部签订了合同，用于购买一批二手的 F-16。德拉肯公司呢，那是一家民营公司，并没有政府背景，但在2022年，它就开始从各国收购二手的 F-16，用于给美国空军提供对抗性训练服务。当然呢，这些收购需要得到当地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双向同意，并且收购来的 F-16需要拆除一些涉及机密的零件。对于荷兰来说呢，他们原本是打算逐步退役 F-16的。除了德拉肯国际，荷兰还准备向其他盟友抛售这些二手的 F-16。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欧洲国家的国防压力陡然剧增，这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尽可能多地保存军事实力。早在2021年，德拉肯公司就和荷兰签订了一项12架 F-16的出售计划，但是由于交易时双方对战机状态存在争议，该计划并没有完成。所以在去年12月，德拉肯和荷兰国防部开始重新商议出售合同，并且把交易战机数量从12架降低到了6架。但随着俄罗斯春季攻势的开启，乌克兰的防线压力陡然剧增，再加上德拉肯之间的商谈一直不顺，荷兰国防部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把这6架 F-16一次性的全部送给乌克兰了。在此之前呢，荷兰已经成功的向乌克兰交付了18架 F-16战机，但大部分战机都并未出现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而是停驻在了罗马尼亚。等到今年6、7月份，乌克兰飞行员完成训练，再一同回到国内。算上这次新交付的6架，荷兰至今呢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24架 F-16，而荷兰空军只有42架该战机。可以说，在援乌抗俄这件事上呢，荷兰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虽然俄罗斯对于全欧洲的威胁是事实，但让荷兰不计成本的向乌援助大量战机的根本原因呢，是荷兰本身它就要退役这批战机。荷兰空军所使用的 F-16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进口的，出厂批次为 Block 15AC OCU， 其中 OCU 一词意为操作能力升级。这批出口荷兰的 F-16在传动和操作系统上进行了一定的现代化改良，但归根到底，这些 F-16的版本还是稍逊于时代的。而他们即将面对的呢，是俄罗斯最新的成体系的防空系统，这不由得让人们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虽然在节目里大兵经常调侃俄罗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军事工业技术能力依然是位居世界第一梯队的。其在俄乌战争中使用的 S-400防空系统能在240公里内对 F-16战机产生一定的威胁，所以大兵认为，就算这些战机抵达战场，也不能立刻改变俄乌目前的局势。想要发挥这些 F-16的真正作用，北约需要先帮助乌克兰组建一支现代化的空军部队，其中至少要有一些能够有效干扰俄防空系统的电子战战机，或者是空中预警机，尽可能的降低俄罗斯防空系统所带来的威胁，这样 F-16便能够专心的夺取空中制空权。而一旦成功拿下制空权，未来的大反攻也就是水到渠成了。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想要达成这种效果，乌克兰空军或许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场目前的局势。自从1月初，俄军就在阿夫迪夫卡北部加大了攻击力度，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俄军从北部沿着水路向南进攻，直插阿夫迪夫卡的后方，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突出部，并且完全占领了采石场。这个采石场早已被废弃，被雨水灌成了一个小湖。而在阿夫迪夫卡南部，俄军突破了原有的防线，逼近了塞夫恩，占领了一大块农田区域，不断地把阿夫迪夫卡后方的乌军逼往市区之内。
如今的阿夫迪夫卡形势呢，已经相当危险了。乌军想要避免被包围，必须击退南部或者北部俄军。于是从1月份开始，乌军开始不断地向阿夫迪夫卡后方增兵，其中就包括了第53机械化旅、第70独立步兵营这2支部队，是俄军开始春季攻势后新增至阿夫迪夫卡地区的。虽然该地区情况危急，但是俄军的进攻也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顺利。在2月5号的新一轮进攻中，俄军再次使用了经典的一字长蛇阵战术，虽然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却没有配备任何防空或者是电子战措施，结果就是被乌军的无人机肆无忌惮的轰炸。无人机的亏呢，俄军已经不是第一次吃了，但其应对措施仅仅是在装甲车顶部加装一个简陋的防护网。乌军的无人机驾驶员依旧能够轻松地绕过防护网，从侧面攻击俄军装甲薄弱的顶部，所以并没有什么卵用。根据后续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他们完全消灭了这支装甲部队。俄军对于无人机战术次次考次次错的原因呢，大兵是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俄军这是在战争中探索通过实践摸索合适的进攻战术。但是这试错的成本啊，是不是有些太大了？俄军指挥官的每一次失误，其代价都是数十乃至上百条鲜活的生命啊！如果俄军的每次出错都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那么这势必会对俄军士气造成沉重打击。毕竟每个底层士兵都明白，他们走上战场不是为了胜利，而是成为俄军指挥系统的牺牲品。如今乌军正在炮弹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无人机和阵地坚强地抵御俄军进攻，但这只是暂时的。俄军每天的炮火烈度是乌军的3倍以上，如此大的炮火差距将会不断地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想要扭转战局，乌军至少要获得和俄军同等的火力。2月6号，韩国国防部采购计划管理局计划在2024年与弹药生产商 Ponigsan 签订合同，批量生产射程为60公里的155毫米炮弹。这些炮弹呢，可能会流向欧洲盟国，以间接转移到乌克兰。而美国陆军正在推动一项拟议法案，计划在2024和2025年大幅增加美国国内为乌克兰生产的155毫米炮弹和炮弹部件。负责采购后勤的美国陆军助理部长布什在2月5号表示，如果国会法案获得通过，美国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将从2023年10月的每月 2.8 万发增加到2024年10月的每月约6万发。美国陆军希望在2025年4月进一步将产量提高到每月7万5千发，到了2025年10月呢，将产量提高到每月10万发炮弹。布什表示，陆军会在德克萨斯州建造一座新工厂，该工厂将以全新的方式制造炮弹，将有助于陆军提高生产目标。当然，除了制造炮弹的工厂以外，其他军工相关产业也将得到发展，其中12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本土的炸药生产能力，其中就包括了黑索金炸药和 TNT。美国大力投资军工产业，不仅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也是想重振正在萎缩的本土国防工业，以支持美国战略准备。视频最后呢，我们再把视角转向中东。在美军基地遇袭之后呢，第一批来自美国本土的空军已抵达附近的美军基地。2月5号，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华盛顿特区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13联队加入了美国在中东的部队，并参与了对当地武装势力军事设施的袭击。中央司令部判断，这些军事设施与袭击美军基地呢是有关系的，而其背后都是伊朗。1月28号，一个名为22号塔的美军基地遭到了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3名美军士兵损失，多人受伤。这是自哈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袭击而出现人员伤亡。五角大楼和白宫均表示会让凶手付出代价。于是，在2月的第一个周末，美军开始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多个目标展开空中打击，其中就包括了指挥中心、火箭以及弹药库，以作为对22号塔事件的报复性打击。而来自113联队的 F-16战机就参与了这次行动。除了 F-16，美军还出动了 B-1B 轰炸机，该机呢从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出发，跋涉12000多公里，前往中东执行攻击任务。在一次行动中就轰炸了85个目标。同时，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发言人表示，白宫现在无法排除中东武装势力继续袭击美军的可能，
但总统已经告诉五角大楼，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以应对下一步的袭击。所以大兵认为目前中东局势暂时是不会扩大，但前提是这些地方武装力量不会进一步的去挑衅美军。一旦美军选择真的动手，艾森豪威尔航母战斗群绝对不是吃干饭的。那么对于此事，朋友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见。